因为他眼睛可以看不太清楚，对，所以我每天都帮他点眼药水。我说哇，点完眼药水，眼睛又要变漂亮喽。那你现在叫他？我现在叫他不会理我。那你从这里离场，他也不会理你。啊，会吧？可能。你要不要先离开？拜拜。小猪，回家喽，李小猪，猪，完全的失败。回家了，猪。所以我们刚刚那边感动的眼泪还来，好不好？又来了啦！继鱼翔泉之后，又一个猪狗人。Hello。今天你知道我们的来宾是谁吧？应该就是我吧。他已经出去了吗？真的吗？他出去了。哈西，来，怎么样？有人来了吗？你等一下表现好哦，等一下有另外一只小男生 ，OK， 可以吗？哈西喜欢男生啊，他喜欢所有漂亮好看的东西。每次我们的来宾只要有帅哥啊，他就会特别的奋力。但今天有去 settle 啦，特别漂亮，是不是阿美？今天是相机。我不知道他会不会喜欢这一款的，因为这一款偏五短身材，可是有点尴尬，因为像我自己就是为了洗这种基因洗得很辛苦，然后但还好我小孩就是有吓我一大跳，来了，贺喜等等，欢迎 Hello， 请进。好洪亮啊！很洪亮吧？好洪亮，我们这很大声。来，请进，鞋子从外面就可以了。没问题。哇，好久没听到这种门铃，然后让的声音。对。哎那个我们的门外面的门没关。不好意思，那个。算了，我关这个门好了。好，那我关这个。好。你进来啦，你进。好。关不起来，好。你进来了。好。小柱，柱子的柱。对，吕小柱是男生，然后大概9岁或10岁，是去年领养的，然后他是马尔济斯。请坐，你可以坐这边。很乖耶。对，贺喜很喜欢帅哥，所以你就是他身材保持的超好哎，还不错吧？是很感觉是有维持的。对，港姐，我们用港姐的姿态有控制，有维持，很厉害哎。哦，他会去捡这个回来吗？会，他就是很力求表现。哦，丢喽！惊人之举，来喽！好，嘿。在哪里？是玩具嘞？不是这个啊，banana 在这啊，在这里。聪明，好笑哦！马上就自己跑走嘞，坐下了是不是？对，然后塞在一个地方，好可爱。去年才，你们是领养？对，去年好像我有点忘记8、9月的时候。但是他原本是在繁殖场，然后被救出来的。对，被救出来。不是，那你们怎么会突然决定要养狗狗啊？原本也有两只狗，2只瑞克夏，然后也是前几年认养。对，然后他好像就是在大概2年前，本来原本一只已经走了，然后2年前另外一只也走了，一开始有点失踪。对，然后也不知道怎么办。失踪是什么？就是因为我们是每天都会遛狗。对，我就是不管。所以你的 schedule 里面有一块是空的，突然。对，每天都遛狗。哇，这好难哦。对，然后慢慢的才把那个家里的东西一点拿掉这样子。你有选择把它拿掉？有，但是拖蛮久的。那么哭？我是他走的时候哭，所以后面就比较会忍住。我自己一个人的时候才会比较会哭。真的。比如洗澡啊，干嘛自己一个人的时候。你是天生很硬，还是因为做这一行，然后变成？你说情绪上面吗？对。我后来有去思考这个东西，因为其实我情绪也蛮多，可是好像都没办法，好像那么自然的就是说出来。可能是小时候，我还是觉得教育的关系，小时候男生哭都被揍啊。你哭就要被打？就被罚，就跪在那边，然后而且男生自尊心很强，都是在一群小朋友里面，然后你跪在那边，你就会觉得丢脸，那一定是丢脸，你又继续哭，对，那就要继续跪，所以你一定不哭才会结束这个。只好盯住就算了。对，然后以前我脸上有颗痣，然后我妈说是爱哭痣，因为小时候太爱哭了，然后就好把我点掉这样子。他这么怕你哭？对，就观念吧。那你现在有没有好一点？就是我现在就哭，就变成说很少哭，想哭却哭不出来，很少哭。现在也在练习了，真的在练习。就是比如说我自己看电影的时候，我可以哭得稀里哗啦，可如果坐在飞机上，尬到不行，就有点不太敢哭，我会可能把帽子戴起来才有。
真的、啊？对，才敢哭。我跟你讲，我超爱哭的，很棒。我曾经在飞机上面哭，就是那时候我是搭飞机搭长途，然后中间不是会关灯然后睡觉，星空那个状况有没有？然后呢就是在看电影，不睡觉这边看电影，然后看那个听说。那超级好哭嘛，对不对？我就哭到整个哇天哪，然后又是哭出声音的那种。对啊，就是那种这样子然后因为他讲姐妹啊，又是各式各样，就是哭到那鼻涕已经流到这边了，这样。我想哇不行这鼻涕这样很不行。然后就空姐过去嘛，然后我就因为我是坐靠窗，所以我就把手伸出去，我说不好意思，然后鼻涕，然后喝进来，人家只是搬盆栽，没事 ，OK。然后我就说。然后那空姐就弯下来这样，我就说卫生纸，然后他就说哈，然后因为机舱很吵，然后我就说卫生纸，然后就在这个时候灯缓缓的亮，因为准备要送餐啊，亮了，各位有点尴尬，他是乘客他乘客，OK， 那真的不好意思了，我就这样，不好意思，对不起，但是 anyways 我是那种很能够。在外面哭非常好这是非常健康，超级健康的。天哪！可是其实通常2只狗狗都离开了，我们就不太会敢往下面再养一只。对，我一开始是不太敢，真的。是不是你想养？是不是大元想养？也不是，就是反而是我，反而是我，因为我刚好有一些朋友，然后有一个朋友就是大概认养2、3次，都是跟同一个。单位对单位，然后他就知道，因为我常常会 po 狗的东西嘛，他在我家狗走，然后他就会常常 po 那边的照片给我这样子，然后我就加入那个粉专，然后我常常看到，突然有一天我就说，你要不要去看看？我就问他，我说反正就不要管太多，对，先看，因为看起来很疗愈嘛。真的可怕我2只我的猫狗都是先看。对，先看看，然后就你看就出事了吧？对，出事了，一看就屌。对，但是因为我们还是有点怕，所以他去看第一次的时候，他就会拍给我，然后我在高铁，他就拍很多照片给我，然后看我就是觉得哪一只比较有眼缘或什么。对。然后我那时候也有分析给他听，那他那时候就很想要带他走，他就忍住。就他一眼就是看到他。我也是觉得是他，因为就。那种认养会就是很多狗会很活泼，他就是躲在角落，然后就睡觉，就觉得他在睡觉。他反而静静的。对，然后就是一直很害怕，然后抱起来也是就是很害怕这样。然后我们就觉得感受度上好像他特别需要照顾。对，然后但他那天没有养，他就先就是忍住，因为他还是怕。对，因为那个真的蛮痛的。对，然后他就离开，我记得他离开之后。还跟他妈妈在外面的一个什么面店哭得要死要活这样，对，就是好像有点舍不得分开。OK， 然后请他就再那竟然是那种情绪，明明就初见面而已。对，然后马上就隔2周就再去看一次，就把他带回家了。然后他也不跟我说，我是有一次工作回来，就那天刚好工作回来，然后我回到家的时候，本来就当作好像都没事，我也不知道家里有一个生命这样子，然后就回来了。怎么会这样子呢？搞得好像外面生的。他说你看，那你看，对啊，然后就是你看可以接受吗？可以接受的话，那就是你儿子这样子。对，他就是说你看，他就缩在电视下面，然后就很开心，就跟他打招呼这样。然后你就接受？对，我就接受。还是你们其实有为这个吵一架？没有，很少吵架。对，就是我接受，因为我本来就是我鼓励他，我觉得可以养。对，因为如果是我一个人，我就觉得可能没办法承受。可是因为觉得2个一起，好像什么事情都可以承受。不准放闪，严禁放闪。对，所以我觉得是2个人在一起，好像什么都可以承受。这句话真的是就什么好像什么都可以，真的是新婚做到。对，真的是新婚。你们结婚现在多久了？吓你一跳，登记是2月登记的，不到半年。真的登记不到，好新哦，很新。但是因为我们已经在一起很久了，10几年了。没有，我跟我老公也是在一起很久，但是就不同感，还是不同感觉。没有很开心啊，快乐，还是不同感觉。登记还是不同感觉。登记有不同的感觉，那有什么不同感觉？就感觉上自己真的到了另外一个阶段。对，然后可以有另外一个样子，不用一定要是一个。很活泼的人，一定要是这样子的状态。对，其实这就是我你还没有进来的时候，其实我就一直，就我刚刚讲嘛，就我一直觉得你有另外一个样子。然后我在电视上看到你的时候，我就觉得是很热情、很活泼，可是好像那是工作，就是那也是你。我觉得那不是那个不叫做装出来或什么，那个也是你。可是好像还有一个什么，然后一直有点像tabu，就是永远都不会去碰。然后可能有maybe1、2个、2、3个你很 close 的人，
会看得到，但是不知道是你也觉得你没有办法 handle， 所以不让这个东西出现，还是你也想，但是不知道要怎么样让这样子的你出现？可能也是没安全感吧，因为就是家庭关系，我觉得用这样子的方式好像比较好生活。对，不管在哪一个环境，这样子就是，而且我觉得大家开开心心的是蛮好的。我懂，就是大家都没事就好。对，不要惹事。对，然后大家开心，气氛好，怎么样都 OK。对，那我自己的事就我自己的事，也没有那么重要。干嘛要大家来承担？对，就没有必要去做这些这样子。我们都没有准备什么饮料，然后要请客人喝，然后我们就客人可以做一些饮料。不好意思，那我要那个四季春真波爷。这个太复杂了，不行吗？太复杂了，不能这个哦。那你会做什么饮料？就做一些简单咖啡。真的吗？简单咖啡。但我不喝氮气咖啡，因为我气泡水已经买掉了。没有啦！我跟你讲，这个事情剪掉。你干嘛保护我？你真的很好还会保护我。剪掉。没事。所以你会自己，你是滤挂的泡咖啡，还是你是多厉害的那一种？也没有很厉害，就是我之前就是手冲，然后最近比较喜欢做拿铁。可以。但是我是做燕麦拿铁。可以。我很喜欢喝燕麦拿铁。好，那我们那边有那个桌子，你可以直接泡咖啡给我。好啊，那帮你做一个冰的燕麦。好，去吧，走。好，没问题。泡咖啡，你在这里可以吗？可以吗？你在家也会泡咖啡吗？会，我就是对，每天早上起来都会泡，都会把咖啡煮好。OK， 看一下，来吧。好，那我就来做一下。你厉害到可以一边弄咖啡，然后我一边访问吗？一边聊天？可以吧？可以啊。请问泡咖啡的最佳温度是？因为看人，如果是手冲的话，现在是80几度，然后92度左右。不错88度80。真的，我以为是85度因为在咖啡厅就是85度。对，就是看这个豆子你想要怎么样。但我今天是做拿铁，所以比较没这个问题。没差，没这个问题。哇，好专业的感觉哦。有些人真的是就是喝不太出来，但是你给他2杯比的话，他就后面大家就知道。刚刚那个什么东东？就是喷一点水，比较可以防静电，不然它这里会有很多粉粘在这个上面，因为它磨的时候。对，因为做意式咖啡的时候的粉是比较细的。你很专业啊！我觉得你完全就是一个 dad material。这是什么意思？你完全就是 ready 可以生小孩。早上起来就开始泡，然后要精算，然后要看分量，要看那个几匙嘛。然后呢，然后要看水的温度。对，我是可以的。你很 ready 我是可以的。很不错接下来只剩下就一个的那个声音了。对，但是我以前也很怕，因为其实教育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事情。我跟你说，我最近有 po 在我的限动上面。非常困难的事情。教育自己的小孩不难，教育婆婆的小孩才难。婆婆的小孩就是你老公啊？喂，怎么会这样？我婆婆有别的小孩啦。这里不是什么有帮助的。别的小孩，那就是他的兄弟姐妹。不要乱讲话，但真的。水太满了才会这样。怎么办？没事。我拿看这个味道嘛，这个还不错。这次我觉得蛮喜欢的。我要那个咯，贾董，你看，榛果有很多，只要猜中一个就蛮厉害。榛果奶油、巧克力都没中。可是这东西很见仁见智的啦。真香。把我的拿来给他，装一杯喝喜的饲料，让他闻。你闻有鸡肉、牛肉还是羊肉？有没有闻出纽西兰鲑鱼？是鲑鱼好好鲑鱼很棒好，那你觉得现在人生最幸福的事情是什么？我一直都觉得每一天最幸福的一个瞬间，就是起床看到狗跟它都睡得很安稳。这是我永远就是心目中觉得每一天最好的画面。这个 cheers 会不会很怪？冰拿铁，谢谢。绝对就是有黑糖浆啊！一喝就是有。它那个风味可能要用手冲比较会明显一点，因为加燕麦奶或加鲜奶都还是吃那个奶，是，它那个奶味很重这样子。但是它融合起来会是很不错的。你是只对这件事情追根究底，还是你是对生活很多事情你想了解，你就会一直去研究？我会追根究底，你就是对，我有点强迫症。对，然后你很适合去读一些心理学的东
西，我觉得。我自己也会有你有吗？就是念一些课外读物，课外读物就一些书啦。因为我有自己的 podcast， 然后我就很喜欢跟大家聊一个事情，是我虽然自己是女生，但是我非常专注在男生的成长这件事情。刚好我第一个是儿子，然后我就一直在想，到底男生在这个时代，为什么他们会长成我们现在看到的样子？他们到底需要什么？然后我就之前看了一本书叫《男孩危机》，我们的男孩们他们被预备成为一个战士，对，预备好了之后进到社会才惊觉这个世界没有战场，我总送到一个地步，然后你还要男生很坚强，还要男生很勇敢，还要我就觉得比较纠结一点。对，你还有舞台，你有粉丝，你还有这些去很明确的 support 你，对，然后让你知道说有人爱你。所以有些人过得去，有些人过不去啊，或者是有些人就变成了另外一种情绪抒发，比较不好。所以你一直都可以维持在很稳定的状态。没有，我小时候也是蛮愤世嫉俗。真的？对，就是在玩一些地下乐团的时候，也是很愤世嫉俗，我看什么都不顺眼这样子，就觉得好像大家都亏欠我一点什么。那你小时候是单亲？单亲。我爸爸是在我高中的时候离开的。高一很突然吗？蛮不好的方式那种。OK。所以你等于在那个年纪里面，你就有一点被迫成长。你是哪一类的？你是成长突然变得很懂事的，还是你是就离家里远一点的？我觉得是突然要变很懂事，因为我爸在家里离开了。对，然后那个地方是他离开的地方是就是没有人敢去。那只有我敢去，因为我是男生嘛，我也不敢去。就是因为男生，所以可以。对，我也不敢去，但家里没有一个人敢去，所以只好就是我每天去那边洗衣服、收衣服、晒衣服。但是我晚上去那边的时候，我也很怕。华人的习俗就是，如果有人那样子离开，家里都会有些有的没的贴很多东西，然后那东西也让家里气氛很糟。对，然后就是我妈就一直都很不敢去阳台这样子。对，所以一直以来都是我家就是我妈跟我妹。OK， 跟我奶都女生，就都是女孩子。对，所以我都要在家里处理这些东西。然后在外面就好像看起来很快乐这样。对，就是很纠结啦，蛮纠结。但是这些都已经过去了。对，这些事情也帮助我变成现在的我，所以你才能更懂得什么是幸福这样。不然会。但是妈妈对你影响应该还是很大。蛮大的，因为她也是很严格。我是从小没有玩具的。对，就没办法买玩具。我一直想要养狗，从小大家都想要养狗，但是因为家长都会说会利益交换嘛，就是你一定要考前3名，对，才能养狗。那怎么办？怎么考不到前3名啊？你成绩到底是走什么路线？我大概是第10名、第9名、第8名这样来。哇，好气哦！对，就说你如果是第35名，那就算了嘛，干嘛努力？但是10名就想说，说不定冲一下。没办法，因为就是没办法，前3名真的都太强了啦。就是永远的前3名。对，他就是未来就是去建中，然后再不然就北一女，就是一直往上台大这样子，然后就是不可能，差太远了，差太远，所以就没有这件事，所以永远没电动。对，当然也从来没买电动，所以就是长大后才买。天哪，那小时候也很压抑，蛮压抑的。所以你小的时候伤心难过，你跟谁说？对哦，好像没人没有什么说，就当作没有发生。我不太跟人家说那个家里的事，或者自己的事，或者是感情的事，我都不说。对，都不说，从来没说过。那你可不可以教一下我爸？不一样，因为他什么都跟大家说。我每次他问我说：“你最近怎么样？家里还好？”我就说：“都很好。”就都不要告诉他。我告诉他，他就明天就全世界都知道了。可是我觉得我也常看新闻啦，是不是？对，可是我蛮珍惜就是可能宪哥每个阶段的状态。你会介意聊你的妈妈吗？不会啊，因为之前我在看那个，我以前蛮害怕，现在很 OK。现在很 OK，因为我之前看到一个报道嘛，就是讲说你之前写的歌《先得坊》那首歌的时候，其实就是给妈妈的。妈妈对你来说，你本来是觉得她不爱你？以前觉得。为什么？因为以前就是跟家人相处时间真的太少。对，就是我都是在外面吃饭。OK。对，然后因为我妈工作都到很晚，所以我每次回到家，他们下班了以后接我回到家的时候，都已经是8点9点，对，差不多就要睡觉，所以跟他们相处时间非常少。然后我妈因为她女强人，在公司工作，所以就是对我都蛮严厉的。然后因为我爸刚好有点不太争气，就是可能就是迷上一些赌博什么的。然后那个时代其实超多人在赌6合彩，对，然后就是很糟糕的。
是那个状态不好，然后所以我觉得家里是个很温暖的地方。那我妈就是拼命赚钱这样，也不管我在干嘛，甚至我的联络簿都是我自己签的。那她会花钱会送你去很多补习班，但我没去，她也不知道，因为我填的电话都是假的。对，都是填假的电话。哇，那这种事我已经也不敢做了，完全不敢。因为反正他也不会管你。OK， 但我没有把学费就是拿去用掉。对，放到我口袋，我都是缴，我都有缴，只是不去。我只是没去。那就是对，就是耍坏，但偏呆。对，就没去。早都拿来用。就我不做这个事，这样，我只是没去。然后后来也都被他发现什么，他也是就是反正就是会打，会打一家打。然后就从小到大就一直这样子，然后到了后期我爸离开，那对他来讲的确是一个蛮大的折磨，因为是枕边人嘛，然后就开始有一些酗酒什么的状况，那变得我每次回去都要面对到他的可能忧郁症或什么的，对，可是其实我也有很多过不去，当然，我就觉得为什么高中生，对，我就觉得我在外面已经这样子，我已经想办法生活的好，活成一个很好的样子，为什么回来还要接受这些？所以我觉得对他有很多的偏见。应该是，其实一定是怨怼啦。对，非常多。然后加上妈妈对儿子本来就是情勒很强，对，很强，所以因为他想要你保护他。对，所以但以前不懂啊，因为你才20几岁，那慢慢过以后，然后再回去找一些答案，才可以慢慢的理解，因为他也是一般人。小时候会觉得妈妈爸爸好像应该要给你什么，可是他们也是一般人。等到你长大以后，你知道我也想要废啊，我也想要打电动啊，对啊，对，我也很想要就是睡到中午。我也想要就是做没有坐姿，可是我不能在你面前做没有坐姿啊，因为你会学我啊，所以我在你面前一定要这样。可是其实我想这样，对，就是很怪。对，懂。对，这就是大人的矛盾。对，所以你发现他们也都是正常的人，所以就不会这么责怪他们。因为如果换作是我也不一定能做得比他好，但我会希望我可以做得比他好。那我没办法保证，对，当然没有办法，而且没办法保证说小孩子可不可以接受你对他的好，或是你对他的好，他是不是他要的，是不是他觉得的好，然后慢慢的，他后来有生病嘛，就是阿兹海默，对，所以他的那种强势的东西，因为这个病慢慢的削弱，所以有个阶段他是蛮脆弱的，那让我第一次可以看到，我妈脆弱在这里，所以我就开始慢慢的去照顾他这样子。所以是到这么后面。对，但是也蛮年轻的，也是57、58岁的时候就开始。在那样子的状况下，然后你才有办法去，所以他在这样的状况，他等于是被迫柔软，对，被迫放下来。但那个有某一个阶段的时候会很尴尬，因为他知道自己有病，可是却还没有那么好面对他，然后也不太清楚，会有点害怕。然后那个时候就慢慢的比较跟他比较接近，因为要带他去跑一些医院检查，然后比较多聊天。不然他坐到我身上，我车上都不太会讲话。然后后来他慢慢会聊天，而且我也从来没有牵过他的手。我第一次牵他的手是因为我带他去检查，然后我那个天太塞车了，我甚至是尿急，我膀胱要爆掉。我一停好车，我就拉着他手说：“妈，我们跑了好不好？”然后狂冲，我说：“用跑了，没时间了。”那是我第一次牵他手。对，傻眼。第一次牵他手，然后我最近就慢慢会走路，就会牵他手，慢慢一开始真的很不自在，尴尬，僵硬，那感觉是什么？很冰，然后很小，很脆弱，很像小朋友。对，然后到一个状态，他现在就是因为会很没有安全感，所以他一没有安全感就会抓你的手，对，就是这样子，所以慢慢他现在很严重，蛮严重的，所以我会常常带他出去，但就是要花很多时间去跟他相处。当然，对，就变得像小朋友一样。所以我就发现说，其实我们最后都会变成小朋友。对，那前面都是一个冒险。你有偷偷在这个过程当中跟他说过什么吗？也还是不会讲那种什么妈妈我爱你那种。没关系，讲不出来就算了啦，不用硬讲。但是心里的话，就是我记得我有一次很好笑，我小的时候因为我一个人被丢到美国去，我自己一个，然后那时候我也才14岁而已。这中间就是在国外的那种种族歧视啊、霸凌什么，还是蛮严重的。这样就我都没有跟家里面讲。然后有一次，我爸参加公司的春酒，然后他就提早回来，因为他喝醉了。然后回来我跟妈妈两个这边帮忙脱鞋子、脱袜子啊什么，他就瘫在沙发的。然后呢，他就突然就是喝醉，突然这样坐起来，然后呢拍我头，然后就说：“哎呦，我们家大宝贝。”对不起啊，你在国外，爸爸没办法保护你啊，然后就倒下去继续睡，这样，我让我哭到不行，
就是他根本不记得，他根本不知道，但是他说出来，对我来说，那个就是那个过去就过去了。你要说原谅，好像也不是，我觉得没有，这个当中没有原谅。因为太难，原谅好大好大，有点太大了。然后你要说，其实最近大家也在讲，很流行讲和解不和解。其实我也觉得和解也太大了，对，其实好像也不用解，对，没得解。你要跟什么解？然后你要跟哪一个时期的自己或是他解？我觉得没办法，好像不用解。对，所以但是你知道，他知道，好，我们就继续往前这样。所以你有没有跟他说过什么？可能他不知道了，可能他不记得了，但你有试着表达过吗？我确实比较难直接面对身边的人讲，就是很好的话，就是好像从小到大的关系。就算现在我身边的人也是一样，就是我现在可能可以侃侃而谈，就是自己。对，因为你整理过了。对他的感受，可是在他面前我就会讲不出来，我就是好像变得很笨这样子，就是好像不太会讲这些事情。所以我妈也是这样子。我跟他一模一样，所以类似像你的那种感受是，可能检查有时候都7、8点要抽血，然后我要带他去验尿，然后我要帮他用东西嘛，用那个尿尿，我就一直问他说要不要喝水，可是他就一直就灌水，可是我知道他其实已经喝不下了。我后来回想起来，我应该不要叫他一直喝着，我不应该让他感受到我对他要赶快验尿这件事情的着急，因为他因为他的儿子，他虽然是。可是他对他是有感觉，当然，因为他知道他很紧张，他很着急，他想赶快离开医院，所以他一直灌水。对他是爱我，所以他一直灌水，可是他其实不想喝那么多水。对我后来才想到，对像这样子的东西，或者是我很早去载他，然后我很困，因为我跟他讲什么都会忘记，所以我都会直接讲，我真的超累。那要不要回去再休息一下？就像这种类的关系，以前不会说的，对，然后现在就有。然后虽然说可能现在的他不一定是以前他，但是我觉得也蛮棒的，就是对我觉得你也不是以前的你啊。对，我觉得我也拥有一个很不错的，就是好像一个新人妈妈，对，就每天都有一个新的样子，还蛮酷的。如果他一直维持以前那个状态，我恐怕也没办法跟他这样相处。我拿一点零食给小柱吃好了，我有零食，好啊，小柱就是会在一个地方自己找到自己。对，而且走开啦。不要这样子抢，过来。好，我去拿到那个。我觉得他现在其实真的已经很放松了，比我们想象的放松。睡饱了，我可以拿零食给他吗？可以试试看，因为他不一定吃，是不是？你知道宠物沟通吗？我知道了，我是宠物沟通师的沟通师。宠物沟通师的沟通师，对，宠物沟通师的沟通师是什么意思？你要沟通2个宠物沟通师之间的沟通吗？我跟你讲，2个宠物沟通师之间的沟通我也 OK， 但很多宠物沟通师想沟通不出来的东西，我就有办法。哦，所以你自己，你意思是你也有一点宠物沟通？也没有一点宠物沟通，但是我就是一个很敏感的人。你要吗？你要对不对？你要对不对？你感觉一下。等一下，我先处理这只，来，而且那边。过来，对，它是这个大食怪，你要小心哦。来，小柱试一下哦，在这边你试一下，棒哦，试试看好吗？你会握手吗？可以吗？可以吗？可以吗？放手，试一下，哇，吃进去了，好棒啊！狼在表演，他没有在看。你会握手吗？手，哦，放手，就是我们节目其实很认真在收集资料，在访问你之前，然后我们有问了圈内好友然后有收集到他们想要对你说的话，但是你真心的感受你可以说出来，好不好？好，就是如果没感觉也可以说吗？对，可以。好，没感觉你就说。好。哦，大圆哦。录之前有超级紧张，因为我刚刚是骗他说我要去公司，然后平常是都是用走路，然后可是我刚特别来这边然后叫车，然后一叫完车我就忘记我把手机放在桌上，然后就这样从旁边这样瞥了一眼，然后就超紧张，但他好像没发现。是这个节目录的吗？他是特别出来录的。难不成的小明大跟妈妈都收了？不是，是特别出来录的。对啊。哦，所以他才
讲了，难怪我今天出来的时候，他就是好像就是跟平常不太一样。怎样？他哪里不一样？特别沉默一点，就好像有一些事情就是好像跟平常不一样。真的假的？真的，你不要在那边。真的，我发誓。算了，那也是你们俩的事。对不对？哦 ，Smiki，就是你刚刚，因为你刚刚一直在咕哝什么啊？有吗？很像我阿伯哎。真假的？真的，我有哦，我平常都是这样啊。就是你就是会这样子，好。对，我会自言自语。就是很多。就比如说我工作结束，他如果刚好没事，他就一定会就是很抢着要来接我，要来接送。然后每天就是我起床的咖啡、早餐都帮我弄好，而且他早餐很贴心，都会就我可能有时候找不到早餐，之前一开始的时候，然后后来发现他都藏在就是沙发那个抱枕下面，因为他想要保温。然后现在是晋级到就是已经买了保温袋，对。然后所以如果只要他不在，就是出去工作的话。我就会一时间早上起来就觉得不知道吃什么，天哪，我要吃什么东西这样。我就每天都给他换不一样的东西给他吃这样。就是可不可以不要管我那么多？他比如说他帮我做好一杯燕麦，然后他连我怎么吃，他都要说你怎么这样吃？然后我就会很火大，想说我怎么吃也要管。他就觉得我没有管，我只是疑问说，你怎么这样吃？他觉得应该要挖这很最近的事哎，很近哎，前几天呢，就是觉得连我吃东西都要管。好奇啦，我好奇他为什么要这样吃。他会记住我觉得哪一天的比较好喝，然后他之后就会特别去买那个咖啡豆这样。对，几岁了？哦，还是贴心。可是其实如果你1年365天都被这样管。有时候会很累，了解，真的。就是所以我最近跟姐妹出去放松，我就觉得哇，好开心，很棒。还有就是被管来管去，就瘫在那边也没差这样。女生都这样想吗？谢谢。因为就是其实小柱每次就是走在路上或者大家看到他都说哇，他看起来好干净哦，然后好漂亮。然后其实都是小柱爸每天细心的照顾，因为他都帮他刷牙，然后梳毛啊，或是身体的就是各种健康其实都是他特别注意，然后提醒我说要帮他就是打理干净这样子。然后所以谢谢小柱爸，不客气。然后小柱的话就是爸爸妈妈永远都把你摆在第一。不会哭啊，他一直在抱怨我啊。对，怎么会哭？好，有太多点了。你想要先反驳什么？还是你先想要先闲聊什么？就我确实就是比较有一点强迫症啊，就在家里，因为在外面没办法，在外面就是人在江湖，所以回到家这个比较做自己，就会觉得事情可以把它安排的好。就是我希望很多东西它都有一个很棒的程序，因为它可以节省很多的时间，是没有错，越来越珍惜时间。对，男生在生物性来说，就是全世界最省力气、省时间的动物。有可能就是超级，因为他不喜欢你，绝对不会花力气去跟你说你睡了吗？就不会。你每天弄咖啡、弄早餐，然后还保温袋，然后你不怕你这 standard 很高哎？真的吗？我已经习惯，而且我觉得就是可以这样做蛮好的，因为如果他不喜欢，那我反而好像没事做。就好，如果比如说我喜欢这样做，这是我觉得对他好的一个方式，然后他也喜欢，那这很棒啊。他好像没有很喜欢啊。有啊，吃早餐他很喜欢啊，他可以的就是我都会给他准备不一样的早餐。那燕麦碗为什么要管？燕麦碗就是因为我觉得燕麦碗我就把它铺得漂漂亮亮的，有没有？优格，然后水果、燕麦，然后我就觉得应该就是这样一口。然后那他是怎么吃？他只吃上面，搅这样子。我觉得那是大人的不对。他只吃上面，他只吃上面。他是只吃上面，他只挖上面。我说你怎么可以挖上面？那这样下面的东西要跟谁配？所以大人，你下次为了这种事情，你们俩在吵架的时候，不高兴的时候，你就冷静下来，先想是不是自己的错。第二个就是，如果是你自己的错，那我们就开始想要怎么样怪到他头上，这样就可以了。可以。我觉得他要怎么样吃。那明明就不干你的事。是啊，当然。对啊，只是我只是惊讶了一下。舅舅，过来。何西没你的事。没有，何西，坐下。哦，你还没啊？对啊。哪里？你可以摸摸看。但他吃东西，我怕他生气。我帮你抱起来。你可以摸摸看，可以抱抱看。还好吧，就是正常的圆啦。就太圆了。这样也不行，就对他的脚。对，这是你自己的标准还是兽医？兽医。但我现在比较会跟
狗讲话，以前好像不太会。什么意思？就是我以前养另外2只狗，我好像不会特别跟他们说话，现在我都会一直会跟它说话。我觉得现在好像整个状态比较放软下来一点 OK 不会再太紧张。你说我吗？对啊，你都跟他说吗？跟那个我通常都是因为我觉得他花了太多年的时间在那个繁殖场里面，因为我就没办法想象那是什么样的生活，那肯定是一个很不好的生活。所以我每次跟他讲话的时候，我都会是一直跟他说，对，你要放心，你要放心，你现在会每天都很开心，很舒服，你每天都会就是可以过得很好，因为他眼睛可以看不太清楚，对，所以我每天都帮他点眼药水，我说哇，我点完眼药水，眼睛又要变漂亮喽。你也是会可爱婴儿。对啊，变漂亮了，你看眼睛越来越漂亮了，对，越来越漂亮。那眼睛真的蛮漂亮的 ，despite the fact that 他一直往旁边看。对，只是瞟眼。对，他是瞟眼，他是瞟眼，但是是漂亮的瞟眼。他一紧张，那个眼睛会突突的那种拓糖感觉样子。他是瞟眼，但是眨巴。对他白就是很难形容，有点像 Betty Poo，你知道吗？他一开始刚来的时候超紧张，那个眼睛一直这样掉来掉去，因为他很紧张，所以眼睛就很开。然后现在比较放松了，眼睛比较不会瞪那么大了。所以你现在目前好像对自己的人生都还蛮满足的。我很满足啊，就是尤其是有了就是确定的就自己的家庭这样子，对，然后对很多时间就会更节省了。对，所谓的节省就是不会花太多时间或心力在没有必要的纠结上面。这个是蛮棒的收获。我甚至觉得你可以出书如果你愿意 reveal 这么多的话，那你有没有希望想要带他去哪里圆梦一下？我觉得，因为他说到他的感官没有那么强烈，所以对他来讲，他这1-2年是他的就是人生的对刚开始，所以他现在对什么东西都很有兴趣。一开始他是不会出去，是不会走路的。你说就僵在那儿？对，天哪，他不知道什么是遛狗，所以一开始放在那边，他都不动这样子，他这样。Oh my god！ 对，所以他听到大人的声音，他才会跟着走。OK， 所以他只会一直跟着他走。所以他其实是你的大人啦，绝对是啊，绝对是啊，绝对是。好啦，那我们下一集请大人来，请小柱真正的主人来我们节目。那他就是他一叫他过来就来了。OK， 他不会抓，他可以抓。那你现在叫他？我现在叫他不会理我。好啦，很开心你今天还是带咖啡来，还骗了一个通告这样子。谢谢姑姑，谢谢小柱，拜拜。小柱，好可爱哦，还是没有过去。他仍然在瞟眼。看你从这里离场太不会吧？不可能。你要不要先离开？拜拜。你走，看一下。好，走了，回家喽。走了，你不能抓他哦，你就走了。回家喽。对，而且还赶客人是不是？小柱，回家喽，李小柱，回家了。猪猪，完全的失败，回家了。猪猪，所以我们刚刚那边感动的眼泪还来，好不好？李小柱 ，Hello， 回家喽。又来了啦！继鱼翔泉之后又一个猪狗人。哎呀，对啊，不理我。你很烦啊！他会很容易惊吓，就会一直叫。我会被他吓到，他的惊吓是我会被他吓到那个，然后发生了什么大事。蟑螂，他还是会去打。当然是吕思维，因为他很爱听情歌，我觉得然后很多女生都喜欢听情歌。那我跑这个你老公，当然是我老公了。林爱璇，确定。薛仕凌，因为我真的从他那边问不出任何这种答案，他太聪明了。薛仕凌，不好意思，我来比喻。张家辉、庄凯勋、黄冠志，对阿纪，真的叫阿纪，对。那我也觉得他很猛，对，我也觉得他很猛。谁比较黏？我觉得都蛮黏的耶。我们是就是随时都会报备的，就是连我在路上了，我会去补妆，很无聊。我这次就是跟姐妹出去，她也觉得哇，你们2个也太黏了吧，因为她无时无刻就出门，然后她吃什么。做什么事，他都会一直传讯息，而且他很爱语音，然后就是哇听不完。我就现在就是好写那个可以转成文字。想我知道了，最近想换房子，你想说到房子，会不会太夸张？你可以提示我吗？贵。哦，我知道了，大一点的房子。我也在准备啊，而且我觉得我是一个很幸运的人，我觉得我只要想都会得到。
我是Sandy 吴珊如，《萌宠明星醋奶丸》第5季每周3晚上9点更新，千万不要错过。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请务必一定要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还有要分享给身边所有的好朋友哦。